文帝的后宫并不丰盛，只有皇后、岳妃，还有个美人儿。美人虽育有一个武皇子，但是并不得宠。岳衡本来是文帝的青梅竹马、明媒正娶的妻子，但是文帝为了平衡势力，又娶了沈安为妻。从此沈安是皇后，岳衡只是一个妃子。两个人本来应该斗得你死我活，反而相处得很融洽。岳衡和皇帝一起上战场，岳衡将孩子交给皇后抚养，皇后给他养得白白胖胖的。文帝和岳衡是真爱，和皇后更多的是亲情。在皇后被废，岳衡成为皇后。岳衡不但没有封后典礼，也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搬到皇后宫中，甚至文帝为了补偿薛慎安，大肆封赏薛慎安的娘家人。这些俗务岳衡是真的不计较，他只知道皇帝从此以后是独属于他一个人的人，他再也不用和另一个女人分享丈夫了。至于生了五皇子的那个美人，岳衡一直没有把她当回事儿。薛慎安被废后，但是他的排场、吃穿用度和从前一样，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了岳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也是最先送到宣太后的宫中。但是岳衡只在乎皇上。岳家虽然是他的娘家，但是岳家人犯了错，他比皇帝还要生气。他会肆无忌惮地去骂那些犯错的娘家人，指责他们给皇帝丢脸了。三皇子甚至觉得，只要岳家人不是犯什么天大的过错，岳衡是坚定地站在皇帝这边的。虽然岳家也是小动作不断，但是比宣皇后的娘家人强太多。当然，岳侯府和乾安王府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虽然宣皇后是袅袅的白月光，但是在教导子女方面，宣皇后做的是真的很差。而宣皇后的几个孩子，最优秀的是太子，但是他实在太过于用人为亲，又实在识人不清，做事情太过优柔寡断，其他的简直是一言难尽。尤其是五公主，已经被他培养得过于恶毒了，甚至在慎安生日那天做出那样的事情，丝毫不顾及母女的亲情。宣后是真的很想做一个好母亲的，从她如何对待少商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慈爱并不能让她管教好孩子。相反，岳飞对孩子就很严厉，三公主犯错了，听到岳飞的名字就会害怕，而沈安想要管教女儿，甚至有时候要搬出岳衡的名字。宣皇后不仅母亲做了窝囊，皇后这个位置也做了窝囊。汝阳老王妃在宫宴上欺负陈少商，最后还是岳飞赶来救了她。岳飞仅仅是出现，就让那个嚣张跋扈的汝阳老王妃感到紧张害怕，再也不复来时的嚣张气焰。岳升沧海是一部爱情剧，因为岳飞这个人物突然让人觉得这部爱情剧上升为更有意思的宫斗剧了。尽管只有10几分的剧情，真的是十分精彩。大格局教育三公主。凌不疑的父亲霍将军的祭典日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三公主拿着专门定做的首饰给岳飞母亲，穿戴十分华丽，但岳飞毫不留情地收拾了这个平日嚣张惯了的公主女儿，看似幽默的语言之下，十分犀利地点出问题。首先指出女儿敛财的问题，用山野财主俗不可耐比喻女儿爱财的俗气又难看的样子，批判女儿看不清皇帝和皇后节省开支给天下人看的举措，自己反而不动脑筋继续铺张的坏习惯。第二，告诫女儿不要因为这些俗物损害整个家族的颜面，用凤凰和野鸡做对比，提醒女儿要有公主的样子，皇家威仪才是最好的颜面，而不是在显摆穿戴上证明自己的身份。最后，女儿说皇帝抠搜才导致用度不够，岳飞立即出言训斥女儿说话不谨慎，提出皇上和皇后的行为女儿没有资格嘲讽。你看，岳飞的地位越高，却不因自己的地位而纵容女儿的不妥行为，并时刻提醒和教育，可谓是大格局清醒之人。合适的出场。岳飞的出场是在汝阳王妃出场之后，正值汝阳王妃和凌不疑争执的时候，岳飞来了，来得十分及时，也是专门到场的。到场之后，汝阳王妃依旧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可越是不甘示弱，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告诉汝阳王妃这是她的位置，请让座。这一请并不是故意让人给难堪，而是拿出自己本该有的威仪，告诉这个来挑事的叔母自己的位置和她的位置。僵持片刻过后，在岳飞的坚持下，汝阳王妃还是让了座。气势被压倒了一半之后，岳飞就接着教育三女儿，告诫汝阳王妃说，你又没惹事儿吧？你若又惹事儿，我就让陛下收回你所有的侍役和奴婢，我看你无钱无权，日后如何趾高气扬？
表面上是在教育女儿，实则是他在告诫汝阳王妃，如果太过分，皇后有权利收回她的尊荣。3. 多嘴之人该闭嘴。二公主和太子妃首先分别插了话，二公主帮三公主说了几句话，岳飞直接不让她啰嗦，告诉她不要像三公主一样蠢笨，而太子妃的幸灾乐祸也直接被岳飞怼了回去，告诫太子妃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再去说别人，而自己以后老了不需要谁管。汝阳王妃指责岳飞说话难听，管教儿女太严格，没有皇家气派，而岳飞直接怼回去，直指汝阳王妃教育孙女不当，才导致孙女不顾及父母的颜面，没有嫁成凌不疑就又哭又闹，还自己折腾进三才观，狠呛了汝阳王妃一口。五公主也是个嚣张跋扈的，在岳飞和车上商说话时就插了嘴，岳飞真是知己知彼，直接打断了他说话，知道他嘴里冒出来的肯定没几句好话，并且斥责他太出头冒尖儿，出嫁了团扇都遮不住他，直接把五公主气走。这是岳飞的气场，对多嘴之人根本不给他任何啰嗦的机会，该打压就打压，用凌厉的手段结束。4. 直击痛点，但该尊重时尊重。五公主没有礼数，直接走了也不行礼，岳飞就借着自己侧面告诫皇后心肠太软，总是纵容孩子，直击皇后的弱点与教养孩子的问题。汝阳王妃总是用曾经艰难时刻照顾过皇上作为借口，在皇上面前每次趾高气扬，还说岳飞刻薄。于是岳飞就把汝阳王妃曾经并不是真心对待陛下，也没有帮过陛下很多往事来拿出来认真说说，直接把汝阳王妃津津乐道的事情掰扯清楚，明白地告诉大家，皇上是靠自己才有的今天。汝阳王妃也是在皇上变得更有能力之后，才对皇上好一些，直指自私又嚣张的汝阳王妃。还有就是岳飞和皇上都是敬仰霍将军的，曾经皇上在有需要的时候，真正给予帮助的是霍将军，而为国牺牲一家的也是霍将军一家，所以岳飞替皇上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因为对霍将军的尊重与敬仰，才把凌不疑收为义子，全心全意对待。皇上和希望他好的人都期盼着凌不疑早日结婚生子，有个幸福的家庭。最后一句替凌不疑和皇上说得好，至于有人要挑剔你心腹，那都是放屁，直接说给所有人听，那也是重点说想要从中作梗的汝阳王妃听。岳飞本身就是一个三观十分正的人，他有着正确的思考逻辑和大格局，所以才能把在场的所有问题直接点出。就像最近流行的一个词叫互联网嘴替，他就是非常合格的梦中嘴替本嘴了。他能够说别人不敢说，讲别人不能讲，而且不说废话，只说重点。他作为家族代言人非常有气派，也长脸。作为母亲从不娇惯儿女，作为妃子不嫉妒皇后，还能做皇上的嘴替，说的都是皇上想说又不能说的话。有他在，此生不委屈。